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双方抖更清晰 OPPO Reno 3 Pro 冠名。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关注芒果好物或明真专属产品。老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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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探长怎么不见了？这儿怎么会有这个圆形？奥利奥，我知道了，先扭一扭，舔一舔，再泡一泡。哇，奥利奥一口牛奶澡了！等你们很久了。果然你在这儿，再不来要被你吃光了吧？玩在一起，奥利奥，破案从此有依靠。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侦探若2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办公室里很耀眼吗？戴个墨镜，不是，是你太耀眼。在室内哪有这个话我爱听。我们的社长呢？哎呀，应该差不多快到了啊。我们先练习一下，社长待会儿来了以后啊，你就开始唱“祝你生日快乐”。哎，社长大人还没来吗？没来。Hello。Hello， 朋友们。帮助帮助，你们好。你叫谁？帮猪？笨猪笨猪。这个眼镜我觉得比较适合我，借我戴戴。一下。马上气势就不一样了吧？妈呀！为什么看着挺高级的东西，在你的身上就像地摊货嘞？接地气。哇，有人来了！哎呦，各位同事啊！喂？喂？哪位啊？哎，我信号不好。喂？冇信号啊！像你这种身份的，还准备礼物干嘛呢？我这就是没必要啊。哎，你就是我。哦，来了，社长来了，社长来了。谢
骑司机兼保镖，我跟你说，你不要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社长，这些礼物注意啊！这些礼物你放在车里就好了，你背着它走来走去干什么？社长，不，社长，您误会了，礼物都在车里，这是刚刚咱们下车走的5步路，大家送过来的。社长，粉丝实在太多。哟，这是什么脏东西？人鸟，保安。社长，欢迎社长。哎呀，这是我们杂志社的阵容是不是？这是我们杂志的金主吧？对不对？好了，社长，弄错了。我是秘书啊。喂，后面还忙着呢，赶紧去干活。我们进屋说话吧。社长，这是属下的一点小小的心意哦，不成敬意，万望笑纳。新出的 OPPO Reno 3最符合您的气质和身份。哇哦，新出，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酒红色。老板，这是专门为您定制的超小分子的玻尿酸，美颜无忧枕。不会有味儿吗？玻尿酸。他们不懂。这种高级货只有您懂。Oops， 懂了，喜欢。天哪，这位小朋友怎么称呼你啊？叫我啊 Tommy 家。Tommy 家，对 Tommy 家，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什么呢？由阿玛尼高级定制的，有999片纯金的亮片， OK 手工编制的什么东西？黄金假秋裤。寡不寡？这裤子应该防弹，我感觉。你送了我一条金秋裤，特别的有内在，渣渣的感觉，要渣渣的感觉。看在你的颜值上，我就哇哦接受了，好不好？好嘞，谢谢。下一位是哦，那我了。我看您如此的气质非凡，所以我这个礼物不可能像他们那么俗气。那你送的是？专门请了一个人帮你写了一份祝福哦，祝，这个祝福它就是个祝福。你如果不说它是个祝福的话，我真的看不出来它是个祝福。好，谢谢，我就要这个盒子了。好，谢谢。好，来金主爸爸。哎呀，他怎么就混成金主爸爸了？你真是。我送的这个东西呢，虽然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本身就是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它的寓意非常非常的深刻。你送我了一个温室中的花朵，这个名字叫做永生花，就是希望您永远活在，不是，老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去把车暖一下，我们走好吗？好的，我们离开这里好吗？不是，永生花是一个缩略语，希望我们的老板永远永远有人在生活中愿意花时间陪你，所以叫永生花。放冷地花，我想要帶你回家。我们一定会永远陪在您的身边的。好的。除了这个礼物之外，我还准备了一个礼物。您看这里。啊！哎，我真是受不了，对我这种有职场洁癖的人，这里怎么少一块？哎，这个是我最爱的奥利奥。这就是我们精心准备的。您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和您在 MGQ 公司的地位是缺一不可的。哦，所以希望您带领我们 MGQ 的员工一路走上辉煌巅峰。好吧，我贴上去，大家一起说出那句让我开心的话，好不好？好，准备好，3、2、1。奥利奥，扭一扭，再舔一舔，泡一泡，天天快乐，biu biu biu。来，撒开，就是这种吃法。哎，对不起，哎，真主编怎么了？主编还没来呀？刚有保安说甄主编刚走，刚离开公司。这什么声音？这什么声音？谁的手机？谁的？
叫你们工作的时候都静音呢？怎么回事？声音好像是从这儿来的吗？在手机在这儿。我给您一看。哦，老板怎么了？哎，我听到有个声音，发生了什么？怎么了？怎么了？你们就是这么给我过生日的吗？甄主编跟您开玩笑的，他给您个惊喜。主编小珍啊，主编，小珍，甄主编快点，他给我的惊喜就是浑身冰凉吗？塞住了！哎，这个时候不由得我只好拿出了我的侦探版。刚才我和我的司机兼保镖小齐才来到杂志社，我们近期也从来没有到过此地，那么我们俩肯定是没有嫌疑的，所以我就是今天的侦探，而小齐就是我的侦探助理了。今天是2019年12月27号，现在是晚上22点10分，在全世界最顶尖的杂志社 MGQ 的楼梯间发生了这样一起命案，死者是我的主编甄主编，他今年42岁，他也是这个杂志社的元老。杀死他的嫌疑人，我锁定在你们5个怪里怪气的家伙当中。萨时庄，今年40岁。侯助理，22岁。荣美庄，fashion 哦，30岁。贾美庄，22岁。魏秘书，24岁。那么现在呢，大家就跟我一起去聊一聊，在这个之前你们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发现？祝你生日快乐！哎，很难快乐了。作为 MGQ 杂志社的社长，我对甄主编的离去表示非常的痛心。这是小事儿。其实，在这个杂志社呢，我也不认识别的什么人，就跟他相对来说熟一点。他20岁的时候来到我的杂志社，这22年来可以说是陪着我一点一点把这个杂志社办成了全世界最顶尖的时尚风向标。每个人来讲一下，来我们杂志社工作多久，然后跟甄主编除了上下属的关系，有没有别的关系？第一个就从我旁边这一位。我来杂志社工作时间也很长了，20年。甄主编是22年，我也就晚了他2年，结果没想到就晚了这2年，说明你还有2年，差不多了，也快了。哎呀，我跟甄主编主要是男女同事关系。哦，男女同事，男女同事关系。 20年来，我在他的领导下，也在不断的成熟和进步。我已经为主编这个职位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我想问一下，甄主编之后，最有资格当主编的人是谁？我？凭什么？甄主编之后，最有资格做主编这个位置的，就是今天要关到笼子里那个人。哦，您自己掂量，您自己琢磨。有人比他更想当主编吗？刚才小贾已经站起来，下个就是我。现在问有人想当主编？不是，这个杂志社大家说句实话，这么难吗？这是时尚圈呀。下面我来问一下侯助理吧。我就是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后浪。
哦，你拍错了，你拍那儿去了吗？没有，我想拍你，我不想拍他。你想拍的是我，你不知道吗？你来这多少年了？来了这儿有半年，然后这半年呢都是跟飒时装一起工作，负责我们的专栏飒 style。飒 style 这个名字，小齐啊，备车吧。好的，暖车吧。暖好了，放心。您今天是做了个暖水瓶来的吗？你跟曾主编有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跟他没有过多交流，因为他属于我上司的上司，他轮不着这小年轻的跟。对，他一点不给我跟甄主编接触的机会。他成为挡在你和甄主编面前的那一堵墙。对。OK。来，容美妆。我就是那个最适合生活在时尚圈名利场的容美妆。当然，身处在时尚界，我想老板也知道，花无百日红。今天可能你还很光鲜，明天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我一直都很努力，都很勤奋。在这一方面呢，绝对不是那种徒有其表的浮夸人士可以比的。我希望老板能够看到个人的实力。好，你跟甄主编是？他是我的上司，也是我的师傅。我是大学毕业就到了这里，然后呢，在这里8年，奉献了我8年的青春，然后他教会了我很多。你的师傅对你好吗？很严厉，但是我从内心来讲，我很感激他。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感激他，对不对？贾美妆，你来这多少年？你先介绍一下自己。Bonjour, Roma Prada。Model。Bonjour, Roma Prada。Model。Tommy Prada。啊，他叫你帮主。OK， 好，然后你来这几年？我是来这1年了，我是整个 MGQ 乃至整个时尚界最年轻的编辑。他靠的是他的努力，你呢？我靠的是我的天赋。我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哦，在面试的时候，甄主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只有我的回答让他非常的满意。问的什么问题？追赶时尚的人是5颜6色，那不懂时尚的人是什么颜色呢？那你当时回答的是？我当时的回答是乐色。哇，好冷哦。这个问题打动了甄主编，对吗？没错，他当时就觉得需要我这样子的人才，需要你这样的乐色。也就是说，你是因为你的毒舌被甄主编发掘，就不仅是毒舌，而且我是整个时尚圈、整个 MGQ 里面最懂颜色的人。所以你觉得甄主编是个非常好的上司，对吗？他太好了，他太好了哦。现在我们从资历上来讲，这是来了20年，这是来了半年，这是来了8年，那是来了1年。来，我们魏密，我来这个公司已经来了362天，这么清晰。但是你们知道你们的师傅、你们的领导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吗？你们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因为我每天跟他朝夕相处，然后伺候他的吃喝拉撒。他只喝这个养老院哥伦比亚单一咖啡豆的咖啡，奶球一定要是阿尔卑斯山的高山低脂奶球。他的一切生活起居还有他的习惯我都知道。那从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对他下手呢？肯定是想要当主编的人。你想当主编吗？我当然想当主编了，不然杀他干嘛？不然我伺候他干嘛？来这个公司当然是为了能够这个一步一步更上一层楼嘛，做更好的自己。那么现在，请你们每个人说一下下班之后你们的时间线。
我们是每天10点上班，然后到晚上的8点，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今天我一下班我就走了。你下班之后就回家了？回家了。9点40，我一想，老板生日还是给个面子吧，我就回来了。主编还没来呀？刚有保安说甄主编刚走。保安是10点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半个小时之前甄主编离开了杂志社，所以呢，他是9点半的时候离开的，你9点40回来的，对吧？所以你9点40回来的时候，有遇到甄主编出去吗？有一点我可能要跟您说一下，就甄主编他从来不从我们普通员工走的路走，他都是走后门的专用通道。侯助理，今天呢跟往常一样，8点钟下了班以后我就去健身房，然后练到了9点40，我到了公司，来到了这个大门门口，等您的到来。来，容美妆。8点，所有人就下班了。那刚好我要给您去取那份定制的礼物，我就去取礼物去了。然后我取完礼物呢，是9点40分回到公司。假美妆。今天8点钟的时候，我就去给老板取了妈咪那个特制的秋裤，然后我9点40的时候就回来了。你也是9点40回来的，魏秘书。因为今天是我们老板的生日嘛，公司的这些琐碎的事都是我来准备。我今天忙了一整天，就是准备今天这一个盛大而又这个温暖的会场。对。所以你今天没有跟甄主编在一起？没有，今天他不是要出差吗？他没带你？他一般都不带我，就是我一般都是干这些杂活的啊。今天一直到下班之后，然后我就去准备您的礼物去了，然后一直到9点40再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我看我们的撒边、假边已经在这儿了。我们接下来分成2组来进行搜证。第一组呢是我跟侯助理和假美妆。您怎么不带上我呢？您社长，您看，我只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因为名额有限，不然我会带上容美妆和魏秘书。我就不碍着您的眼了。暖宝宝备车。不好意思啊，2位。没事没事。没关系，老板，没事。把我跟秘书分到一组。来，开始搜证。啥也搜不到。暖车。好，好了，暖宝宝。第1轮现场搜证，6名玩家分为2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每人可使用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拍摄10张照片。首先来拿我们的探案神器。哇哦，非常漂亮的天哪 OPPO Reno 3。哇哦，一人拿一个吧。好的，朋友们，谢谢。这几个颜色都好好看啊。好，让我们去，好吧，破案吧。我们要不要先去现场看一眼？好，好，看看我的主编是咋回事呢？通往主编专用停车场。其实意思是这个会一直往上走，是的，对。这是在那个楼梯下方。现在我觉得关键是他这个手机啊，它有一个6位的密码。找密码，你应该知道吧？他42岁，42岁，77年的呗。对，77年。几月的呀？他是？没有，还没有这个具体。待会儿先拿着，待会儿对，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死的吧，好吧，把这先拿开。要把它抬出来吧，可能得抬出来了，来，慢一点，慢点啊，走。他这个真的很沉，就放这儿吧。有血迹吗？哎，这有红肿，这有红肿。勒的。
除主编外，其他人仅可从杂志社内部开启此门。他只能出不能进。只有一个人可以开这个门，就是主编。那我们来的时候，这个门是锁上的，那这还是个密室。他在做整个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他这个门不能关上，不然的话他就出不去了。可以，他可以从那个停车场出去。我去一下甄主编的办公室。我最喜欢的口红色号，它的口红会放在哪儿呢？哦，天哪，这么多的口红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哪一个口红是被用过的。啊，这个用了。啊不，这个517。我这剩多少？你这是多少？这是242。试试看。进去了，进了。公用密码，这个很重要。手机密码。哦，照片后面。我成为主编的日子，也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日子。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跟他的密码有关系。他什么时候当上主编的？有没有主编的任命书什么之类的？抖音文创。抖音又玩又嗨，办案脑洞大开。加没加东西？这里有一个密码箱，是要钥匙的。这个密码箱上有一个博士 logo， 果然有了博士 logo 的密码箱，我们探案如有神助。哦。灯光控制器，那有没有什么发现？发现一个灯光控制器，但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抽屉里面有东西吧？哎，这里一堆东西啊！工作简历，200866。08年080606开了。它这个闹钟10点10分吹蜡烛。特意在机场改了早一班的飞机回到 M 市，现在就去杂志社等您，为您庆生。8点05。那我去找一下小猴子的。有密码吗？没有。小猴子，你的密码是什么？侯助理，萨时装把侯助理写的稿子全都自己拿去用了。啊！这个萨时装居然想要去其他的店，他居然想跳槽。怎么样，有收获吗？有一点点的收获。这部手机哦，萨时装的手机，我们来看一下。萨时装，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手机都从 R9S 换到了 Reno 3了，你依然还在公司，但是很抱歉，现在你要先离开 MGQ。有一个抖音视频。我们也
曾经是帅气欧巴，现在被叫油腻大叔啦。年轻时不曾想没了头发，回到家左手缠右手插。没精力再熬夜通宵网吧。记账本，贷款，贷款了不少的钱。太惨了。时间还有5分钟。假美妆。哎呦，各种美妆教程。哎，小贾，这不你自拍吗？这个。电脑的密码。哦，Tommy贾的最爱。你这太难找了，你这个。哎，有发现啊！让我陪着你 always， 而你却不停地躲，慢慢急速的呼吸。假美妆是有抖音号的。录音已加密，请输入验证密码。手机跟电脑都需要密码。零发现啊！哎呀，终于有个东西了。MGQ 美妆一月刊提案。全盘被否定。哦，发现了一个纸条，推荐书，我离任时可推荐一位继承主编人选。我推荐假美妆，在我离任 MGQ 杂志社后接任主编的位置。这个是真主编在2019年12月20号写的。18年12月30号。好，来到我们的前台。刚才说过公用的电脑密码，这里有。保安半小时查看监控。下班后监控开启，每小时缓存一下。8组群聊。今天晚上走9点40，我就遇到了和那个那个过劳死的好秘书的声音是我死的。这个又去主编办公室啦。我刚换完主编办公室的时候，就看见假美妆进来了，小脸抹的白的有。这要跟主编没什么，大哥我都不信。请问你们看，觉得里面那个 Tommy， 果然叫 Tommy 的都是同一类人。前门和后门都是可以步行，这要走32分钟。你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自己开了，这主编进去了。哎，
灯关了。萨进来了，贾进来了，魏进来了，荣进来了，他们4个，侯没来，对吧？对。他们4个可以互相证明的，但小猴子干嘛去了不知道。倒计时开始，5、4、3、2、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走吧。撒边。哎，撒边给你咋了？触电了。来一起。来 ，OPPO Reno 3，快升级版，5G 的手机耶，这是。超级防抖拍视频，而且很好看。走吧。走。用我们的探案神器。我们先看看案发地点。案发现场。通向主编专用停车场。我觉得挺残忍的，还拿这些假人压着他。一般凶手都是这么假惺惺的，我觉得挺残忍的。我当时干的时候没想压住他。凶手只不过后来，凶手分票我呀。我觉得我们3个人没有必要都在这一个空间吧，时间都浪费了。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这个腿长比例不对吧？这腿都到我胸口了都。这个你比一比看看，刚好。Oh no！ 拿走，把你的腿搬回家前。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要抬出来吗？你说他是死在这里啊，还是死后抬进去的？死后抬进去的。抬出来吧！1、2，走！哎，这还有个帽子。这是凶器吗？荣，你不关心他是怎么死的？我关心啊，没关系，你们待会儿可以分享给我呀。荣，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撒这个谎。只要工作不死，就往死里工作。如果一个人哪怕是再努力的人，每天这么工作，这也受不了吧？这里有一个手机，有一个真主编。喂，前台生日 party 的5色拼接地毯也太丑了，晚上10点前必须换掉。好的。生日 party 前把地毯换掉，但他貌似没有换。哦，好秘书。
求求你，我都照办。任何人要赶我离开 MGQ， 我都要跟他拼命。荣美妆，我要求你下个月马上从 MGQ 离职。我曾经帮助过你的事儿，别忘了。为什么要让他离职啊？时间还有5分钟。拍2张吧，不能辜负了我们的 Reno 3啊。这把钥匙需要一把钥匙。哎，真的可以。你就是下一个我。杀了他们，他们都有罪，他们没有一个好人。真主编是魔鬼，他就是在折磨你。哇，这么多！织女香。哦，这香水儿，孩子气，小透明的崛起，不如休息。这什么意义呢？我最喜欢的2种香水的味道。不会是这2种吧？神经啊！你设密码就设密码嘛。Oh no！ 不是他。这闻起来怎么都一样啊？这不一个味儿吗？是不是串了呀？这香水闻多了就有点头晕。撒编辑，你是不是对香味特敏感？香水你熟吗？香水美妆编辑熟啊，我是时装编辑、啊。不是，关键是这俩是一个味儿吗？这是玻尿酸的味儿，这是尿素，是不是有这个可爱又迷人的反派？你都喷在衣服上了。这2个是一个味儿，是吧？对。别忘了，我是狗头侦探，当然有着狗一样的。那你闻闻是不是这个味儿？不是，你能别喷在同一个地儿吗？哦，这是芥末。是这个吗？也不像。不是，你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你知道吗？真是。你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孩子气，再闻一下，待会儿我会是全场最香的一个人。孩子气是一个味儿。孩子气，可爱又迷人的反派。Yes, I like that. 孩子气，可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这鼻子总算没辜负。 10秒倒计时开始。亲爱的，答应我的事情。 9、8、7、6、5、4、3、2、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记录清晰时刻，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梳理一下我们的人物关系，这个是师徒关系，中间还有一个好，他们俩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Tommy 的关系。他跟他应该算是上下级，他只有一个名字叫魏，代表了一种非常不尊重的感觉。他们之间，我觉得有一个月的关系。好，我们就把我们的嫌疑人叫进来，我们好好的来梳理一下吧。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依次来分享一下你们找到的线索，然后同时说说你怀疑谁。第一个，我们请贾美壮先来。哎呦，没问题。Tommy， 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死者的死因是什么。那因为死者他尸体上带了一个那个丝巾嘛，我们把丝巾拿掉之后，其实能看到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勒痕。是的。那应该就是被丝巾勒死的。对。我主要去搜了我们萨时庄跟我们的侯助理的房间。首先我来说说我们的萨时庄。萨时庄最近的身体不太好，因为他脱发。哎呦，一看就是压力特别大。不可能啊，他5G了都是这样的头发，怎么可能脱发呢？我觉得这个脱发可能指向2件事情，要么是身体上的，要么是心理上的。我觉得可能更指向心理上的，心里有鬼。这个就是主要是指向一个我为了这个杂志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吗？勾心斗角，勾心斗角。好，然后最后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个账单。因为他买房买车大概有几百万，几百万，为什么会带这么多钱呢？这还叫多啊？几百万，你买个房子，你买个车，你不就得就不出去了？请问公司的工资？他每个月他能够拿12万块钱，这么高，很高了哇，不少了哇。但是是这样子，他其实是上有老下有小，他有一家人。他虽然能拿12万的工资，但是还贷款呐，然后再说全家聚餐呐，还房贷啊，女儿的舞蹈班呐，儿子的补习班啊，丈母娘还要看病，然后呢，全家还要出游，母亲走亲戚还要花钱，邮费还要花钱，到最后每个月都只剩下1块钱。像这个月剩了1.44，下个月剩了0.61，对，不要再说。所以他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月光，白干1个月，到最后光光的。我的现状就是上有老，下有狗，下有狗，下有狗。对，家里还养了2条萨摩耶啊，狗粮贵的比小孩吃的奶都贵。因为其实就像这首抖音就写出了他现在真实的一个状况。回到家其实也让人害怕。回到家其实也有点害怕，身上娃还有2个爹妈，2个爹妈，4个爹妈，就因为你双方的呀，都得算。对呀，算上狗，我在家只排第8。这是个很心酸的一个故事。上有老，下有狗，家务事儿都全靠手，所以缺钱，非常的缺钱，就是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谁能想到月薪12万的人也缺钱？老板，您是高高在上。但就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的需要这份工作。结果呢，我就发现了甄主编发给萨时庄的一个邮件。对，是在2019年的12月22日。
5天前，然后他是说，萨时装，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手机都从R9S 都换到了 Reno 3了，然后但现在还在公司，现在让你先离开 MGQ， 相信我，你以后一定会有更好的出路。下个礼拜开始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就说想要把你开除了。然后呢，我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东西，我发现了一张 SD 卡。看了之后就发现，真主编就把我们的萨时装叫过去谈话。这么多年你也辛苦了，下个礼拜你就好好回家休息吧。相信我，你会有更好的出路的。真主编呀，我上有老下有狗，我们 family 就靠这份 job 养活呀，我可真不能失去他呀。这个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明天我会在何社长的生日上跟他们告诉他的。明天我们会在何社长的生日上跟他们告诉他的。然后呢，我还找到了萨时装，去给各种的猎头公司，就是说要去找新的工作。但是猎头公司就说你的这个年纪实在是太大了。他说人尽皆知，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可以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那些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的萨时装，就说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工作。真的很心酸。这个年纪的职场人其实很被动，没有新人的那些锐劲儿，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退路。我们有锐劲儿，但锐不起来，所以吃药，所以得只能吃点药，吃点枸杞。所以呢，很多的老板就看准了这一点，有的时候虐中年压榨，这叫压榨，对，虐得很惨，榨尽我们最后一滴血。因为其实知道萨时装能有那么多的退路，如果他被开除了之后，他一家人就可能就生活上的来源就全都断掉了。因为他确实每个月开销太多了。好，他为什么要开除你啊？没有理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我在侯助理那边找到了一些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萨时装，它其实成立了一个 SA Style，然后它 SA Style 里有很多文章，其实都是侯助理写的，但是最后被发表的时候，最后却写着本期的编辑是萨时装。Oh no！ 对，就说萨时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用侯助理写的东西在发表。你干这么助人为乐的事情，我真是太感谢你。神经病，气死了。说到这儿，我不得不跟大家讲这段我不愿意提起的往事。萨时装他是我的领导，但自从我来到这家公司以后，萨时装就不断给我穿小鞋，压榨我。他为什么给我穿小鞋呢？因为他嫉妒我的一切。嫉妒我的颜值，嫉妒我的才华，嫉妒我的身高，等等等等。说得通。关键是年轻。对。所以我提交上的有关一切我的时尚的稿件，他全部给我退回来了。因为他否定我。其实明明自己已经黔驴技穷了，但是还不承认这个后浪已经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的事实。我这叫老骥伏枥。他给你退过去之后，然后你又发现你的所有的文章最后用他的名字发表在 SA Style 的专栏里面。对，然后我就问他，我不配用我姓名吗？他就说，你不配。哇，这么直接。对，自从那一刻，我当时就，我也不敢打他，因为职场暴力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怕他年纪大了。然后他到时候再倚老卖老。来，我不敢。来。你看，有人打人啊！有人打人！我给人工呼吸来。现场表演，职场碰瓷儿。对，萨塞真的演了一个太讨厌的同事，太讨厌。我确实不敢反抗，因为他毕竟是我的领导。所以之后的这半年，你们看到的每一期 SA Style 都是我写的，但是我不配用我姓名。不是，他说的不对，他是从他的角度去解读的这个事情。其实我的事儿很简单，在职场上容易吗？我们年轻人犯个错，那叫血气方刚；我们这个年龄犯个错，那叫血本无归。
没有机会让我们犯一丁点错。但是，自然规律你不能不考虑啊。尤其是从事我们这个行业，创造力、灵感，那是一个人的生命线呐。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没辉煌过，我们那时候灵感就打个响指，看，灭霸。打个响指，火花就来了。现在呢，你窜，没了。我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年轻人进来了，我终于有了个帮手，因为我一直独撑这个部门，但是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我有的时候真的顾不过来。你说这长辈病了，我能不去医院看看吗？这子女上学的事儿，我能不顾及一下吗？我有的时候不得不分心。而且我一开始退你的稿子，不是因为嫉妒，那因为啥呢？确实水平一般。那怎么后来又用了呢？但是读者喜欢。在我看来，水平是谁的水平一般？所以只能说时代变了，廉颇老矣。我们对于时尚的把握不准确了，他拿来的东西我真看不上眼。但是有一次我是真的来不及交稿了，快到截止日期了，我随便拿了他一个，我说先凑合凑合吧。发了以后，万一被骂了，我扛着不就完了呗？反正是发在我专栏上，叫 SA Style。其实是想替我扛一下的，是吧？我就想先拿你的滥竽充数一下，结果没想到火了。那一期的杂志火了。所以我一看，这不就刚好能解决很多问题吗？一方面我也可以不用经常加班了，我也不用打什么响指想灵感了，我拿他的去用。另外一方面，让他也多积累一些经验。而且我想，他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呢？不是啊，因为叫 SA Style 嘛。如果用他的名字发表了，那上面主编看到了，不就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了吗？所以我还得保住我现在的位置。但是我心里想的是很清楚的。一旦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岗位，目前我所有拥有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你急什么呀，年轻人？22号你收到那个消息，你怎么后来没告诉我，让我当那个编辑呢？那会我没打算辞，那人家已经辞了。其实你要想让我当，他不是辞，他是被开的。好，了解了。继续分享侯那边的。他在一个 MGQ 的一个论坛上面看到一篇报道，是说我们杂志社的主编秘书郝秘书，在12月29日晚上因长期熬夜导致脑血管破裂，突发脑淤血，不幸辞世，终年30岁。我就在想，侯助理为什么要来看这篇报道呢？在关注这篇报道。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嘛。在我来之前听说了这个地方死过人的这个消息，所以很好奇，查一下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你不好奇吗？一个人只会对跟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好奇，他不会随随便便说听到哪个杂志社出了命案就好奇。你不是叫侯助理吗？死掉叫郝秘书吗？侯在粤语中的发音就是好的意思嘛，就侯雷海呀，雷好雷海呀，这样的雷好啊，雷好啊。所以我就在想，你有没有可能是郝秘书的弟弟？其实你来这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说你要来工作，你是来调查你哥哥为什么死了。难怪你在这这么长时间你这忍气吞声的，我还说这小伙子是个可塑之才。下面有很多人呢有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评论。不重要的食堂员工说，郝秘书每次来食堂吃饭都会抱着电脑工作，然后看他的芒果却是天天加班。还有一些不重要的保洁说，听说郝秘书是晚上死在公司的，就死在工位上被发现的。不重要的实习生说，一直在努力留下来，现在只想实习期一结束赶紧走，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过劳死。不重要的保洁还说了，我是听说父母都来闹的呀，要怪公司的一定是在公司加班累死的。也就是说他家人其实对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在公司在闹。没有提到有弟弟，对不对？对，没有提到有弟弟。所以你刚才那个对于侯助理是郝秘书的弟弟的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猜测，但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对。然后最主要的是有最后一条说，不重要的人资部的员工说，行了行了，别乱说话。甄主编早上说了，谁再提这个事情严肃处理，大家都不要再议论了。他其实就说甄主编有特意给大家警告说，不要在公司再讨论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怀疑可能这件事情根本不是说他是过劳死的，
而说这件事的背后其实藏着另外一个事件。你怀疑的是？我觉得能够对甄主编这么了解，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时候从后门出去，这么了解的人，我比较怀疑魏秘书。对。好，谢谢贾美庄，谢谢，谢谢。下面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妆部门啊竞争非常激烈。刚刚贾美庄说完，我们就接着让容美庄说，好不好？啊？直接对比，看看两位谁发现的线索更多。我确实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虽然我看不上他的 style。Yeah。我觉得我们主编的所有日常细节最清楚的人是魏，所以我就去了魏的房间，了解了一下他的故事。首先，我在他的墙上发现了一张照片，上写着他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镇上，他考上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服装学院，就是一个听上去非常高大上的学院。而他给自己的目标呢是1年生编辑，5年生主编，加油。然后有一段他妈妈的采访，就说啊，我儿子真的是这么出色，将来一定会做一个世界顶级的时尚主编。我也不知道你是211毕业的。对，厉害厉害。低调低调。甚至于他给自己的这个说，只要工作不死，就往死里工作，就是他是一个工作狂，对自己的人生很有要求的那么一个人。你来公司362天了，这1年还差3天，他就要升编辑了。预产期是3天后，他要升编辑。升编辑，你这样，升不是生。好，然后呢？就这么一个满怀梦想的一个年轻人，现在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这1年，早上8点半到9点，他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去带主编的狗洗澡。9点到10点要给大家准备咖啡，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我要半糖的，我要全糖的，我要1/4糖的，我要什么咖啡，我要什么东西。我们会给他便签条。我们的主编有时候呢，他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称呼就是荣、萨、魏，他只是说单字的。其实他姓魏，我们呢就会觉得有点好玩，所以我们也就会觉得魏，对他是这样的称呼，好玩。但是呢，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便签条上把这个魏字画了一个圈。不要让我再提到那个魏字。你有跟主编说过不要叫我魏吗？想说，但是没敢说。他每次叫你魏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都不开心一下？就是我觉得主编这样叫我，是一个主编的习惯。但是因为主编这样叫我，就是所有的同事都这样叫我，我就觉得很不开心，很不开心。你知道，在很多职场，有的时候大家会起个外号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特别是比如说级别没有那么高的小朋友们，他们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对，有的时候我们就一厢情愿的小矮个儿、小短腿儿，但是事实上，对于一直被叫的这个人来说，其实每一次简单的称呼对他来说都是一次职场暴力，就像一针一针扎在我的心里。那如果你不满，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出来呢？其实你可以帮主编倒咖啡是正常的，因为你是他的助手，可是你不是我们的助手，你不用帮我们来做这些事情。你理解啊？那你还一直让我倒？对呀。我让你做的时候，我只是说，哎，能不能帮我倒杯咖啡？可能第一次你说，哦，好的，让我觉得 OK， 你不介意。那第二次我说，来，麻烦帮我倒杯咖啡。第三次，来，倒杯咖啡。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当做理所当然，好吗？好，明白了。所以对于魏来说，这个一直被简单的说魏，这个是他心里一个结，但这不至于杀人嘛。而且呢，我觉得魏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就这种特别善良的人，激到最后才最容易激情杀人。
但我总觉得，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只是一个叫他喂这个。其实他很努力，然后在柜子里面会有一些洗漱用品，就是如果他晚上加班，可能要到通宵，第二天就能会用的这些东西。其实他辛辛苦苦的在努力。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非常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我曾经被誉为是 M 镇之光，就是我本身学习非常努力，而且我在来 MGQ 之前，我是非常不一般的一个杂志社，叫一般般杂志社的这个编辑。其实我已经成为一个编辑了，但是去年12月30号我就接到了 MGQ， 因为 MGQ 是一个国际非常非常有名的杂志社，所以当我接到以后，我觉得真的就是金子闪光的机会来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辞退了那个非常不一般的一般般杂志社的这个编辑的身份，来到就想到这儿来闪光来了。请注意，他来的日期12月30号。29号的时候，我们的好秘书死在公司，然后这个之后呢，甄主编在另外一个同行业杂志社挖了一个编辑来做他的秘书。我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他跟甄主编的聊天。喂，给我订张机票，马上。他回答：好的。喂，一杯咖啡。好的。喂，叫个车，马上出发。好的。喂，3点帮我去家里接 Lawrence 去宠物店洗澡。他回答说：好的，那我推掉预约的体检。然后紧接着说，甄主编，关于今天的会议，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要跟您汇报。然后主编回说，你回去吧，我现在忙，没工夫听你的，好好做事。天哪！喂，你怎么这么没脑子，犯这种低级错误？亏你是名校毕业生。喂，怎么这么慢？公司不是养废物的地方。骂他，就他日常觉得我做的不好。然后呢，他发了一段文字：甄主编，我知道我做的不够好，您有没有时间？我想和您沟通如何改进。然后甄回复说：喂，你现在是有情绪吗？我批评你是为了你好，为了让你成长。他回复说：甄主编，我明天上午可以去体检吗？喂，忘记了吗？明天上午有会。喂，前台生日 party 的5色拼接地毯也太丑了，晚上10点前必须换掉。前台生日 party 的5色拼接地毯也太丑了。你换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不想换。你可是一个随时老板说什么你就说好的人哦，你为什么会不换呢？只能证明你觉得他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地毯换不换，所以换不换无所谓了，因为今天10点以前他就不在了。那也不一定，反正我有其他的计划。你喝嘿，你喝，有可能是小绵羊爆发了呀。他是一个有情绪的职场人，然后他在职场当中，其实每一天都在崩溃要爆发的边缘，他在想办法控制。而且他跟甄主编之间的互动确实是非常非常没有爱的。他这里面透露出几个，比如说他的身体状况是他的上司不 care 的。第二点，他关于公司的发展、未来的职业的一些见解是上司不 care 的。他工作当中有任何的成绩，上司没有给他任何的表扬，反而有一点点小错，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而且公司不是养废物的，所以我想可能他对于这个领导是不满的。其实真的在真实的职场当中，有很多老板是这么不讲究、不注意的。真的有人会这么去跟下面人互动，我真的要提个醒，不要这样，真的会死的，会死的。其实一开始老板是这样对我的，但是我其实觉得，因为我是新来的，然后我希望大家能知道我的努力，然后大家能多给我一些机会。所以除了老板之外，其他的每个同事都会使唤我，抓住你想进步的弱点。
然后像假美妆，也要让我去试她的口红。然后有一次我一天试了100多支口红，然后试完过敏了，嘴肿的跟那个香肠似的。包括容美妆也是，把我的身上贴成一格一格的去试防晒霜，然后晒得我的身上全是黑一格白一格这样的。哇！你们这样对我也觉得是愿意帮你们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最起码给我一些尊重吧，哪怕你说一声谢谢，或者给我一个拥有姓名的权利，总可以。把他叫小魏。对呀。从现在开始，我们都不叫他魏了。好。叫做秘书或者魏秘都行。虽然我在你们心中没有名，但是你们在我心中每一个人都有标签。来看一下我特地为你们准备的，哇，好感人。先别着急感人，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这会儿音乐应该起，宏大的音乐应该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个音乐吗？职场老油条，非你莫属，非你莫属。当当当当当当。工作机器。加班使我快乐，加班使我充实，加班使我有安全感。每个人都好配合我，好开心呀！职场小泥鳅，他很滑头。光明呢？我起的这个名字我最满意，叫活体 ETC。不要想多了，ETC 是抬嘛，就是他最喜欢跟人抬杠。活体 ETC 就是一天24小时自动抬杠，没事就抬杠。好，继续分享来。最后一个是比较可怕的，在他的柜子顶上有一个白色的锁着的，然后打开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张一张被印刷的红色的类似于血的字，杀了他们，他们都有罪，他们都不会感谢你，他们都觉得你活该。真主编是魔鬼。他就是在折磨你，你就是下一个我。哎呦！你从哪儿收到这些？从那个打印机里不断吐出来的这个纸。灵异啊，这么灵异啊！你觉得是给你的是吗？当然是给我的了。为什么？因为我接到了一通电话，9月下旬，公司就传言说有灵异事件。本身公司的这些同事就不爱加班，传言有灵异事件，大家就更不爱加班了。所以在9月下旬的时候，就剩下我周末在办公室加班了。然后那天先是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电话里面就有一个男生淡淡的说：“魏秘书，你就是下一个我。”魏秘书，你就是下。打印机就吐出来一张纸，我都吓疯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吓疯了，然后我就边跑边哭啊，然后我就一路从那个公司的走廊跑，然后公司的灯就一个。你知道当时我什么心情吗？我跑是因为我害怕，但是我哭是因为我感动啊。终于有一个人在公司叫我魏秘书了，你知道？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好想见他一面啊！太难了，好感人。你回头，兄弟你来了，请坐，请坐。就当时我就真的，我就又害怕，但是又感动。哇，这个有点难过，你不好奇是谁给你发的吗？你有没有去调查？我怎么不好奇？我太好奇了。后来我一打听，我不知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个人就是好秘书。
我的电话就是郝秘书的电话打来的。你怎么知道他郝秘书？因为他有来电呀，然后我就通过来电去查到了，他就是郝秘书。但郝秘书已经死了呀。你查到什么地步了？就查到这儿。再之后，比如说像他为难我的时候，郝秘书也会通过打字机跟我聊天，我感觉他就像一个懂我的好朋友。我就是期待他再给我打一个电话，叫我一声魏秘书。但是他之后再没有打过电话了，只是通过那个打字机。我的分享就是这些，对。所以你怀疑的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我发现的这些东西能够看出他可能有一些对上司的不满，但是好像又牵连出来了一些别的线索，所以未必指向的是他，所以我现在还不太知道。谢谢，好，请坐。萨，到你了。萨时装。你渴吗？我。要不要我去帮你泡杯咖啡？我不要枸杞拿铁。那喂，帮我去泡杯咖啡。我给你泡一杯丝巾拿铁行吗？听说过丝袜奶茶，第一次听说丝巾拿铁。丝巾拿铁让人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因为我始终是比较关注案发现场，作案过程，还原整个案发的时候，谁有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作案，因为首先我考虑的一点，死者虽然是一个女性，但是也是一个成年人，把一个这样的尸体在勒死之后放到纸箱子里，谁能够一个人完成？而且现场没有打斗。一个大活人，如果有人被人用丝巾勒住脖子，你别说脚踹、手抓，现场绝不可能如此干干净净。所以，谁有能力控制住一个大活人，把他活活勒死？或者说，有没有配合其他的，比如药啊，或者是什么，让人先失去知觉，然后再勒死？因为这样可能更对于凶手来讲，他更能掌控。保安说9点半看到死者离开，所以我们假定9点半死者仍然还是活着的话，我们是在10点钟聚集到了一起去迎接何老板，对吧？但我们是9点40不是先互相看到了？不对，然后你们去9点40我们看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时间大家在那个小茶室里9点45喝茶。你在吗？他不在，我不在。对，所以我们没法排除那段时间所有的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因此，我把时间延长到10点，我们聚集在前厅等待何社长。所以从9点半到10点这半个小时之间，有2种可能：第一，9点半到9点40，对，是死者的死亡时间。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还没有回到公司，所以凶手是可以不用关上那个门作案的。他不怕被别人发现。对。第二，从9点40到10点这20分钟之内，凶手如果作案，他必须关上那扇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公司里。请问关门他怎么开？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跟死者身上穿的衣服一模一样的同款。哇，在我们2个的工作区域。所以呢？所以问你啊，这一个衣服能证明得了什么呢？我不知道证明了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巧合。那就该问问我的领导了。对不起，我是一个不太关心工作的领导。
对于这些衣服，你可能比我更了解。这位年轻人，了不了解有证据再说。我去了荣的房间，然后发现他有一个香水盒，然后盒上有一段职场名言，就是职场路上有100次想走人，却有那么1次的坚持感动了自己。升职加薪遥遥无期，工作加班朝朝夕夕，生活纵有百般失意，但工作让人经济独立。所以熬着吧，未来你一定会感谢现在熬着的自己。这段话应该不是你自己写的吧？这个不是我写的，是我的老师，也就是死者真主编送给我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学毕业，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什么都不懂进到这儿，其实经常会碰到很多，也有压力，也有很多困惑。一开始我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懂啊，我也会被否，我也会被老板骂得很惨。但我的概念当中，第一，我真的要让自己变得有能力、有价值，我才能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下去。第二，努力是必须的，缺一不可。那跟老板的相处方式，最好的就是第一，听懂老板的要求；第二，跟得上老板的节奏；第三，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完成好自己的工作。这是我的想法，我不愿意有一天真的到40多岁了，我还是个女性，可能我还会结婚。眼神这么犀利，说谁呢？对吧？不想到了中年产生这样子的危机。你还在寻思什么你啊？所以我就跟他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要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要更努力才行。所以看你这样珍藏，说明你们俩的关系还不错，是吧？现在甄主编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他把甄主编送给他的座右铭直接贴到了自己的工位上，是很在乎对方的想法的。然后他的那个手机里面有2个系列的这个聊天，一个是甄主编跟他的对话，上面写着荣美妆24号，我要求你下个月马上从 MGQ 离职。等何社长生日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你会离职，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就去做就好了。我曾经帮过你的事情，你别忘了，对吧？原来你也差不多啊，跟我，谁说的？我们完全不一样。咱俩携手创业吧。然后还有一个系列是去年的，这个我的好朋友好秘书跟你发短信，7月20号，不要惹我，我这高血压可是确诊了的，我一生气血压就上升，一上头我啥事儿都能做出来。MGQ 你很在乎吧？小心我让你没有脸继续待下去。然后荣说，求求你了，我都照办，任何人要赶我离开 MGQ。我都要和他拼命，所以说你跟好秘书拼命了吗？不，我觉得重点不在他跟好秘书拼命，而是任何人要赶走他。现在是谁要赶走他？也包括你的师傅呀，你的师傅现在就要赶走你啊。从收到这个短信之后，然后他就从8月15开始。9月15、10月15、11月15都会有 MG 银行的汇款单，收款的人是好秘书，汇款的人就是荣美妆。然后从1万元到15000到2万元到25000是一个递进的汇款关系，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还有一个。电脑上面有视频，讲了太多信息啊！亲爱的，你答应我的事情呢？我承诺过的会做到，MGQ 就给你吧。我知道你看荣不顺眼，
1年前我和荣对郝秘书做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他那我会安排好，行吗？下周何社长生日会上我就找他提离职，这样你总满意了吧？这是荣拍的，荣偷偷在门外拍的门里的。下周何社长的生日会上，我就找他提离职，就说明今天要离职的人有好多，包括主编本人。主编已经打算把主编的位置让给他了。贾美庄，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就是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真的没什么关系。那你叫他亲爱的肯定不对。我叫亲爱的是因为我是从法国回来的。你没有叫我亲爱的。我们时装界人都这样子，亲爱的，你最近在干什么？那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不是他没有对我很好，是因为我抓住了他的把柄在那边。哦。那我分享就分享完了，你比较怀疑谁？我比较怀疑，我觉得跟郝秘书有关系。好，了解了，谢谢。因为一上来呢，就是贾美庄就间接的表达了自己好像跟这个甄主编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为了搞清楚这个关系呢，我就专门去了你的这个地盘查了一下。首先呢，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一个人。我是一个野心的人。在他那个工作室里面，有一些杂志被他专门拿了出来，并且在这个封面上写上了“我要的是你的位置，任何人都不能成为我的绊脚石。你的品味不过如此，总有一天我要超越你。”头像呢是何社长。对，所以其实他的野心不只止于主编，可能他以后想让自己到达一个更高的位置，甚至是何社长这种位置。因为我相信，就是我凭我这个实力超越我们的何社长，根本不需要杀人。我觉得我凭我的实力就可以迟早的事情。接下来就介绍一下你所谓的实力啊，就是他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个美妆专栏，但是呢，每期都非常的杀马特，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在那个眉毛上画那种运动品牌那种 logo 啊，然后比如说在那个鼻孔上画鼻毛，说为了凸显自己的特点。而且重点是这些都没有通过，对不对？太可怕了！什么？太可怕了！但是你不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信息量，我们是可以注意到的。他第一次提交这个专栏的时候啊，是在2018年的12月，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审查人是龙美妆，是。然后在这之后，马上他的审核人就变成了甄主编，直接就越过他。所以说他从1个月直接从一个助理的位置跟他平起平坐了。实力。一般来讲，做到这种顶级杂志的美妆编辑最少要10年。我非常努力，我用了5年到这个位置，他用了1个月。对，他1年了还在泡咖啡。你已经很幸运，已经很幸运。我很努力啊，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好吗？而且他这个水准还要用活体做口红实验，就是他这水平，太可惜我的嘴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质疑我的时尚品味。我太难了。所以呢，那个他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了，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不可能是凭实力，我绝对是当然不是凭实力。刚刚你有提到，你说你有一个把柄，对，我有个把柄的。这个把柄我还真的找到了。我发现他有一个手机，看一下他的手机。然后这个密码呢，想了半天，后来我发现他的这个屏保啊，有他大学的这个毕业证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毕业的那个日期，就是2018年的11月25号。然后呢，我就通过这个密码打开了他的手机。进去了，发现了一个录音。甄主编，昨天晚上你们胆子可真大，伪装这个计划不错，可惜这事情被我看到了，而且拍到了，你说怎么办？
你想怎么样？这种事情说出去，你跟荣都完蛋了。那我直接一点好了，给我升职加薪，让我跟荣美妆平起平坐，做美妆板块负责人，我就当什么都没看到。这对你来说很简单吧？好标准的反派语调啊！元旦后你就跟荣美妆一样做美妆编辑，这样你总满意了吧？主编还是很有诚意嘛，刚刚说的我可都录下来了，你可千万不要失信。这段语音呢是上面写的时间是2018年的12月30号，12月29号，好秘书死。这就是我找到了他的把柄，并且威胁了他的第一次。然后我让他让我当美妆的编辑，然后他就答应了我。而且他说的是，他看到了真跟荣，对，真跟荣一起伪装了一件事情。荣到底伪装了什么事情呢？我在假美妆的桌子后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发现了一个推荐书。尊敬的 MGQ 杂志社何社长，根据我们这个职权的规定，我离任时可推荐一位继任主编的人选，该人选将成为下一任主编。中间就都是在夸贾先生的，然后最后结尾写读出来好不好？不要略过，不想读了，不要略过，读出来。好，我来读。贾美妆先生自2018年12月入本杂志以来，历任美妆编辑部实习编辑和美妆编辑职务。贾美妆先生所在的岗位上表现非常的出色，对于本杂志的定位的理解非常深刻，善于捕捉潮流重点，就像 OPPO 一样，又时髦又酷炫。OPPO 知道这件事情吗？OPPO 同意吗？综上，我建议贾美妆在我离任 MGQ 杂志社之后，接任这个主编的位置。这个是真主编自己写的，并且还有扣章。我来说一下吧。12月20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现在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太低了，我就再一次的我就威胁真主编，比如说你要把我升到副主编，但没想到这次很奇怪，真主编他就非但同意了我的要求，他还说他要把整个 MGQ 都给我。他会在生日的那天就说宣布他要离职这件事情，这个确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并没有想要当主编，这个跟我真的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说你抓住他的把柄吗？威胁他吗？他只是威胁他要当副主编。因为在真主编的合同里面有写，他有这个权限，就是当他离任的时候，他可以推荐下一个人来继任。这个应该是在真主编那儿的，怎么会跑到你那儿去？但是他靠威胁就已经可以达到主编这个位置了，他干嘛要去杀了他呢？好，所以他动机其实我觉得没那么明显，反而看了他的明白。除非啊，真主编另有打算。在真主编的房间呢，首先有个电脑，在这电脑里面呢，首先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呢是公共密码，这个公共密码指向前台的公共电脑。哦，这个非常有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视频，这个视频是在茶水间拍下的视频，这个视频是在2018年12月29号星期六的10点15分，这个视频记录的呢是郝秘书和荣在茶水间相见，郝秘书在跟荣美妆争夺什么，荣美妆推了一下，他死掉了。郝秘书不是过劳死，他是被荣美妆过失推了他一下，因为他有高血压，直接倒在地上。这个时候，主编来了，真主编和荣讨论了一下，请注意，这个小贼脑袋，假，我这么明显的吗？对，就非常明显的探一下头，然后看到了这一切，最后是由真主编主导，和荣美妆一起，把郝秘书从事发地点茶水间拖出去了，
也就是他们拖出去，把他放到好秘书的工位上，假装他是过劳死，倒在那个自己的工位上。这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在打听的，他的把柄是什么和到底好秘书发生了什么。没错。所以，荣，你的把柄在好秘书手里。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女性。上劲儿，上头还。我自己很努力，但是我也知道，身为女性，就是如果我能找一个很优秀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能嫁得好，然后我就发现主编的好秘书，对，他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在我看来。然后呢，他也很大方，然后我就决定跟他交往。然后这是去年6月份的事情，但是到7月份我就发现，原来他的钱都是赌博得来的。哦，如果说他赌赢了，那自然就有钱花了；如果赌输了，他就会去借高利贷。然后呢，所谓他的用功，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其实他就是在办公室里面赌博，上网赌。然后呢，就发一个芒果圈，说：“哎呀，好辛苦啊，我们要拼命努力哦，怎么。”然后定位在办公室，让我所有人觉得哇，他好努力。他其实是个这样的人。然后我就不愿意了，我想跟他分开。然后他纠缠你。对，他纠缠。第一是我很在意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我就把我们俩的恋情公开，因为我们杂志社是不允许有办公室恋情的，这是其一。其二，有一点亲密照在他手上。啊，是多亲密的那种？是播不了的亲密照。啊。对，反正就有些亲密照，他就威胁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要把这个照片公布出去，除非你给我钱。那我想息事宁人嘛，我就给他钱，就是1万、1万5。对，他每个月都在问我要更多的钱。然后呢，直到12月29号，然后他又来找我，然后晚上了，很晚了，然后我们俩就争执起来，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就推了他一把，没想到他就真的倒下去就死了。就是你是意外把他弄死了是吧？对，然后刚好就主编来了，没有办法了，他撞到了，我就只有跟他把所有的事情就全盘托出。然后主编也可能觉得我是他一手带起来的，他也愿意帮我一下，他就说那这样，反正他身体不好，大家都知道，他熬夜啊、加班啊这样子的人设，然后我们就把他就抬到了他的工位上。主编对你的感情已经深到可以为你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他后来有跟你讲过，假美妆在要挟他的事情吗？没有。等于这个他自己扛了。但是呢，自从他来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这个上司他对我的态度有一些变化。然后紧接着，他只要1个月就完成了我5年才能完成的一个工作。然后经常他会送些花啊、咖啡啊什么去讨好。我们的主编每天进房间的时候都是开着门的，他的办公室，但是唯独他进去的时候，门就要关掉。威胁他要当然关门了。所以呢，我就去录了那一段录像，啊。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也知道他知道了。对，在我看来，你想做什么？甄主编说，我终于从 M 村来到了梦寐以求的 MGQ 工作，我将来一定会成为这里的主编。我成为主编的那一天，就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也是后来我们打开了他的手机的原因。在现场有所有人的合同和你们的背景，这些背景跟各位说的基本上是吻合的，包括你们工作的年限。然后在你的文件夹里面贴了一个便签条，是甄主编的字。知道我为什么雇佣你吗？我总是雇佣时髦、苗条，当然还有从上这本杂志的年轻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被骂哭之后坚持下来。只有你，努力、热忱、无畏，像极了年轻时的我。同是 M 村的人，我知道你和我有一样的追求，放心，我会帮你。哇！所以他其实对你有一种天生的呵护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觉得你就是小时候的他，所以他其实那个时候是想保护你的。那他为什么要把我解
我打开了他的手机，首先是进入到你们的群聊，首先是他在今天的上午10点半发给大家这条群聊信息，后面萨时装、魏秘书、贾美妆、侯助理和荣美妆都发到了收到，而萨时装是很洋气的说是 no problem，no problem， 相当洋气 ，because you are so old。你要装 fashion， 对吗？因为你是中 star。No no，that's my style。好，我们听一下甄主编说了什么。隔壁室出差了，公司里有什么事情找我就线上联系吧。你们都记得今天是何市长的生日吧？礼物都准备好了吧？生日会布置，喂，你提前安排好。我已经订好晚上回来的机票了，不出意外会在10点生日会前10分钟到达公司。但有可能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排，现在还没有确定。如果我没出现，你们一定要招待好何社长。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都收到过。这里面几个讯息：第一，他早上跟大家说我要去隔壁室出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希望大家提前给我准备好生日礼物，你们都做到了；第三点，他又用呼来喝去的语气说：“喂，关于生日会的安排你要做好。”同时有一个时间点，10点钟生日会开始的前10分钟，不出意外我会回到公司。但是他又讲了一件事情，说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到达现场的话，你们帮我招待好社长。这是对于整个杂志社来说，可能是这一年我只有今天会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他有可能会缺席我的生日会的事情，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到底甄主编到底要干什么？他有一个芒果圈，他在芒果圈的我的一个芒果圈下面做了一个评论，他说：“社长生日快乐，特意在机场赶签了早一班的飞机，已经回到 M 市，现在就去杂志社等您，为您庆生，8点05分。8点05分他就到，他已经回来了。大家8点钟下班，对，8点钟下班，然后大家都去忙了自己的事情，9点40回来。然后保安说的是9点半看到他从后面的那个通道离开公司，就是他每次都从那儿走，从里面可以打开，外面只有他的虹膜可以打开那个门，他9点半进了那个门，对不对？但是大家都知道他8点05分已经回来了。No， 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芒果圈其实是指向我们大家。好，再往下看，在茶水间，那偌大的一个茶水间，其实我们只找到了一个有用信息啊，就是在监控上，小齐发现贴了一个条，2018年12月30日，这个监控设备更换了一个监控，也就是说29号的在茶水间的监控都没了，其实是被甄主编收走了，他整个还不是说清洗资料的问题，他换了一台监控。好秘书死了的第2天换了，那他应该是在帮我，对啊，帮你隐瞒嘛。但是呢，这个新的监控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大家记得我们之前在甄主编的电脑里面发现不重要的前台小妹告诉他前台的公用密码，我们通过这个公用密码，我们就去到了前台，打开了前台的电脑。首先是有4个便签条，就是在电脑上面很重要的便签条，请各位注意。第一点，保洁务必每日整点进行公司清洁，也就是说9点我们排除作案的可能，对吧？因为9点保洁会在公司活动。没问题。保安注意，务必每个半点查看监控，如有异常情况需及时汇报。动手的时间不会是9点半，一定是。第3点，前台务必保证接到每一个电话不可遗漏。第4，每日工作时间是10点到8点，下班后公司监控开启，每1个小时缓存1次监控视频。然后，在这个电脑里面有一个搜索记录，是有人想要走路从后门离开之后，就是后门走了之后绕到前台。请注意，从公司的后门再到前门，有且仅有一条只能步行的道路，而这条路要走30分钟，你才能回到前门。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他没有。就算用跑的，绝对不够那个很短的时间说大家跑回来，对吧？
因为所有的人在9点40的时候回来了。更可怕的是，我们找到2个监控，首先是8点到9点，这个监控拍的是什么？茶水间的门关着的，1个小时关着，一点啥都没有。是这样拍的，前1个小时毫无动静，门是关着的。接下来到了9点和10点之间的，它1个小时缓存一次嘛。在前30分钟的时候依然是这样。我和小齐还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在9点30分的时候，茶水间的门自动开了，自动开了，没有人从外面打开，它就是这么开了，没有人。我知道，但其实就是用茶水间的那个门绑住了后门的。后门关着。啊，好灵异啊！然后，真主编在监控里面出现，他穿着那身风衣，系着那条丝巾，打开后门进去的。进去之后，突然几下闪烁，光暗，灯光熄灭，监控里一片黑暗。15秒之后，灯亮了，门关着，且没有人出入。接下来时间又快转，到45分的时候，萨进了茶水间，贾美妆、魏秘书、荣美妆进了茶水间。在整个过程当中，请注意，房门一直是开的，一直能看到对面的后门还是关的，且没有人进出。然后你们又离开了，离开之后，这个镜头一直对着半开的茶水间的门，对面的后门没有人进出。他用了15秒，他就完成了作案，然后又出来了。首先一点，为什么茶水间的门会突然自动开了？对，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门的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15秒真的不够做所有的事情，进出勒死，把尸体藏起来，真的不够。那么他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一直对着。那是什么时候？就是9点半的时候。9点半的时候。他用了15秒，茶水间的门自动穿着那身风衣，系着。我发现跟死者身上穿的衣服一模一样的同款。就是有一种可能是人早就死在那里面，然后进去的就是凶手。他在这15秒黑灯的时候，他就出来了。这还不简单吗？门自动打开是为什么？他要让你们看到，对呀，我进去了。是啊，但这个我不是主编，对，是凶手。是我凶手故意要让你们看见我进去。然后呢？然后造成一个死者9点半还活着的假象。对啊。然后进去以后，实际上时间多长多久都没关系，人已经死在里面了。但是关键凶手怎么出来的？他就是15秒就出来了，就15秒就出来。他其实就进去把自己衣服一脱，然后又重新就从那个门又回来了。他不用脱，不用脱，他15秒，他有2件，他穿着那件衣服出来。这个衣服有2件。哇，那这个。哇！你们房间那个衣服不是你的哈？对，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吧？不是啊。我再告诉大家，在主编的房间有一个特别那种装范儿的那个室内高尔夫球，里面发现了一个小东东，是一个灯光遥控器。它可以操控所有公司的灯，这就解释为什么在9点半的时候灯光会暗。所以已知，其实在9点钟以前，真主编已经死在那里边了。对。然后凶手从后门离开，经过半个小时的步行，回来了，想办法回来，
他穿成真主编的样子，再一次走进那个门。对。但是他进了门之后，他没有让门关上，对，是自己走。因为他进了门之后，他就控制这个，把灯熄灭了。熄灭的时候，他拉着门让他打开。灯熄灭的时候，他赶快又离开，出来把门关上。接下来换回自己的衣服，然后跟大家一起9点40，跟大家一起进来。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利用了这个监控，让我们看到他想让我们看的，想办法让这个茶水间的门打开。是的，是的。对，还有一种可能，其实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躲在这儿，然后把这个门这样侧面一开，然后就开始。你看，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呢，这是我演那个门，这个门是从这样开的，然后你在那边。没有，你看监控是这么来的嘛？监控是这么来的。对。那监控在哪儿？监控在这儿。好，门在这儿。对，我先躲在这儿，开，然后这样。就轻轻，他其实轻轻啪一下，就开了。又弹回来。好，现在基本上如果没有别的证据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锁定他是这么做的。但是呢，现在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故事没有编完，因为在这里面现在有杀机的一个是从来没有得到尊重的魏秘书，还有一个以为自己过失杀人的事情被自己的好老师、好师傅出卖了的心怀恨意的荣美庄。甲，我现在没找到他的动机，因为他是一个需要真主编活着把位置传给他的人。萨是因为他最需要这个工作，可是他的上司没有给他任何理由就要把他开掉，所以他有可能会怀恨在心。侯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和好秘书的事情有关系，不然的话他的存在是很奇怪的。是的。谁在假扮成死者死去的那个好秘书在吓我们？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目前还想不通的。好，我现在先投第一票，然后我们来第2轮搜证来解决别的问题，好不好？祝我好运吧。好。哎，对不起，社长，我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跟你说，这是必须要说的一件事，请你听完我的表白。其实我对死者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我跟他只是同事关系而已。在这次被辞退之前，我对他唯一不满的就是他有的时候不太给同事面子。比如说，他是一个工作狂，要求我们不关手机，但是我下了班之后，经常就把手机设置为免打扰，因为我家里一大堆事儿。但是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到，所以第2天他问我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电话没信号，然后他当着所有的同事的面就说你这什么破手机，然后就非要送我一部 OPPO Reno 3。你说这很侮辱人的，就是我当时我也没给好脸，我直接拿了个 OPPO Reno 3，我就狠狠地朝他脸上我就笑了一下，然后我就把手机收起来了。但是呢，今天晚上您过生日，我确实时间太紧，我没来得及买礼物，所以又把那个送了。您的那部 OPPO Reno 3是我就借花献佛嘛，算是。不舍得还是没时间？我是考虑到社长年龄也到了，万一哪天帕金森呢，他拍东西抖。但这个是超防抖，拍视频超级防抖。我是很贴心的，我就是说送给社长。我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其实真主编并没有放弃他，真主编对他其实是好的。是的，这20多年，这个真主编还是念旧情。虽然你没有什么用，但是他废物也想把你养起来。谁说没有用？一片纸巾、一条内裤都是有用的。哎，社长啊，你这么一说，我好感动。你把那手机还给我吧。别的可以商量 ，OPPO Reno 3没得商量。社长，我们排除法吧。好，我不觉得是猴，因为现在太明显像。如果按我们说的那个穿衣服走进去的人是假的死者，那么他一定不会把那个衣服放在自己的空间。对，所以这件事情直接排除到猴和萨。所以在甲、魏、荣3个人当中，我觉得甲目前是最不像的，但问题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是的，我觉得每个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必杀真的理由。
我们一起上抖音 APP 来搜索话题“明星大侦探”，猜猜谁是真凶？惊喜福利抖不停，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快来下载抖音 APP 和我们一起来探案吧！谁是今天必须要让他死？必须让他永远消失，我才能真正拥有完整的 MGQ。动手还是动早了？谁动手动早了？我的计划就是把他给杀了。哇，你们都先去死吧！你是让我们给你陪葬是吧？我想把你们团灭。你知道你有一个非常不利的点，就是你的身高跟真主编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天，不会吧？嫂子，哎，他其实是说25分之后才动的手。那只有一种可能，他没进去，没有别的解释了。我突然内心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我可以利用魏秘书。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感谢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 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轻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萌。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疆网、红网、大众网。高能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5季，每周5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独播。